哎，你知道外国人在送礼这个事儿上跟咱有啥区别不？你能猜到我这个加拿大大胖媳妇儿第一次来我奶家送的伴手礼是啥不？卫生纸。熟悉我的粉丝可能还记得哈，我这个大胖媳妇儿在俺俩谈恋爱的初期，为了省钱，买花的时候挑的是火葬场门口的一个没有门脸的小花店，她没看懂，结果不明不白的送了我1个月的黄菊花嘛。花店的老板一直以为他在悼念亡妻呢，结果有一次我突然造访花店，给老板脸吓成了紫罗兰的颜色嘛。这个事儿的根本原因呢，首先那肯定是我老公这个人太抠了，不咋地。还有个原因就是外国人整体来讲对送礼这个事儿的观念过于务实。哎，我老公根本心里头他就不认这个送鲜花这个事儿，他觉得没有实际意义。咱们对于他们这个浪漫的构想其实有的时候是被西方电影给迷糊了。哎呀，人鬼情未了，你跳我也跳，闻香识女人，阿甘不睡觉，这都是文艺作品产生的幻影。我就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过生日，我和我大胖媳妇去找他玩去，完正好当时有个男生追他，哎呀，在楼下就放烟花呀，哎呀，老浪漫了，噼里啪啦的。当时我就跟我老公感叹吧，哎呀，真美，真浪漫哈！因为下个月就是我生日，我不得做好这个铺垫和培养吗？我老公当时就说，这得花多少钱？叮咣崩了巴拉点儿。我说我估计得几千。我老公说的，好几千块钱买股烟儿，这不叫浪漫。当时我寻思，那可能他下个月有他自己的想法呗，可能更有新意。完第2个月不就我生日吗？哎，我还记着那一整天呢，我翘首盼望一整天，就等着回家拆我的 surprise 嘛。结果回家的时候，大厅中间放一大折盒子，我一拆开是个马勺。我当时那种失望就是我是对人性的失望。完我大胖媳妇老兴奋了，就非得逼着我当场颠勺，就说这个马勺，我天天做饭，这个马勺比上一个轻，哎，这礼物选的还打折，多好，这比好几千块钱买股烟强不强？这就是他的思路，就是送的礼物得讲实用，你得用。所以当初他第一次来我奶家之前，我说你先去超市买点就是烟酒类的传统礼品呗。人来的时候啥也没拿，人家理由老充分了，跟我说的，你爷不都快80了吗？怎么烟酒还这么猛呢？你还让我买双数的，你让我看看这老头啥样，不行我劝劝他，就这个钱咱换给他买双冰刀鞋，我领老头滑冰去。我说我爷都70多岁了，你给他买双冰刀鞋就一定比烟酒安全吗？我说还有一点你不懂，就是我们这个礼物有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流通货币，就你送的这个礼物呢，不一定非要给你送的这个人用。我老公就不懂，就是那我给你爷的礼物他不用谁用呢？我说那我爷还想给我爸呢。我老公就更不懂了，那给你爸我为啥不直接给你爸买呢？那你早说给你爷就是给你爸呀，人家我不想给你爸买冰刀鞋，我要给你爸买止鼾呼吸器。你看你爸5岁的时候那呼噜打的，嚎醒了一整条街的狗，整个铁岭新区的犬界都顶废了。反正我老公第一次来真是空手来的，啥也没带，有点尴尬。但是呢，他确实会观察你缺啥，完根据你缺啥买。比如说我爷我奶他家那旧电饭锅内胆坏了，我老公要给他俩换，还怕他俩不换，所以他不是大胖子吗？啪嚓一下一屁股坐我奶家电饭锅里头，给电饭锅做约巴了。那我爷我奶换了，还带的啥呢？挺扎眼的，5大包卫生纸。就我老公认为我爷我奶太节俭了，不知道搁哪儿买的卫生纸，就属于工业用纸吧，就可以刮痧用。完后来把他家卫生纸纸抽就都给换了，换的柔软的。彩玲和大胖媳妇跟大伙推荐无染的这款纸巾，4D 空气立体印花。这个花吧，印上之后确实比没印花的更软，特别舒服，柔韧又亲肤。这纸抽呢是4层加厚的，加倍吸水还不害破，也不掉絮。材质是竹纤维的，可以抗菌抑菌。本色不漂白，无添加无荧光，还环保还安全，所以孕妇小孩都不用担心。就是到现在我和我老公在送礼这个问题上文化差异也是很大的，但这也无所谓，不是说啥事非得就谁对谁错。他非得送这个卫生纸和纸抽呢，就看起来的确是很奇特很迥异，但是他背后这个思路我是认可的，就是生活的舒适感得是靠细节提高的。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苏格兰男人和他的小格裙儿。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的味道，也是一个有味道男人的故事。总之是一顿妖艳的红尘在坊间传至。你知道苏格兰小裙是咋穿的吗？我以前只是听传说，从未被认证。那天我被认证了，苏格兰小裙的穿法确实是真空穿法，就是里边啥也没有。就话说我不是北上苏格兰，在格拉斯哥参加吃鸡大赛的过程中邂逅了一群彪形大汉嘛，就因为我这个蜀身虎胆，被这群好汉带上梁山，就地安排喝了一顿嘛。这其中不是有一个人告我说的，明天你那个参加婚礼，大伙都喝高兴了以后，离穿小裙就远点嘛。这个人呢，这姓 Sex，
就是咱们就管他叫老赛。这苏格兰这小裙子虽然看起来很骚气哈，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材质特别厚实，特别板正，然后做工很精致，对这个材料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它成本比较高。很多年轻人哈，我知道的很多年轻人去参加那个重要场合的时候，他这个小裙都是租的。10年前老赛办婚礼呢，就是他这小裙就租的，他的未婚妻也是租的，不是他未婚妻的婚纱也是租的。然后婚礼的头一天，这不单身派对嘛，老赛就领着他这帮狐朋狗友们，这帮傻狍就去吃印度餐去了。为啥我说他傻狍呢？我在重要场合之前从来不吃印度餐。印度餐，火焰山，肠中往事一锅端。然后第二天婚礼嘛，婚礼的第一场呢是在教堂，这个非常正式、非常圣洁的这个环节。这环节结束了以后呢，一般都赶第二场，到第二场就开吃开喝，然后就开敬酒，然后就开跳舞。这场就比较欢实的这一场。然后到了第二场以后呢，大伙就开喝嘛。然后这个环节吧，就往往安排这个新郎和新娘跳结婚之后的第一支舞。这第一支舞往往就是最浪漫的一支舞嘛。我的朋友第二天也跳了，但是他俩这第一支舞让我给毁了。完事我要说回来啊，完事他俩这个老赛呀，就和他媳妇就要跳这第一支舞，他俩跳的就特别不和谐，你踩我，我踩你的，就跳不好。然后他朋友不知道为啥突然间就起个哄说：“你拉倒吧，老赛，要不然让你媳妇抱你跳吧。”我跟你说，喝到量的人，他身上最大的危险属性是啥呢？就是他不一定突然之间觉得什么事儿有意思。这老赛就是当时到量了嘛，就突然间觉得这个倡议太有意思了。啪嚓一下就过去抱他媳妇大脖，一下给搂住了，然后跳媳妇身上了，给媳妇压坐地下了。他呢就是之前喝的这啤酒一刮，完再加上他跳他媳妇身上，他媳妇砸地上的这一蹲，再加上大伙儿一群人的一大笑，这个刚结婚2个小时的一个婚单就发生了第一次暴露，就长征往事一波波。之后都发生了啥呢？就具体情景你就可以自己脑补了。完他还跟我装人，没给我提一个事儿，他朋友给我爆料的，就因为他这个苏格兰小裙的特殊穿法，就真空穿法嘛，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呢？对不？他第二天居然抖了，扑了，这裙子居然退回去了，他不租的吗？押金都拿回来了。他媳妇这婚纱那完了，事儿在这个小镇的知名度呢达到什么程度呢？就他媳妇这婚纱退不回去了吧？而且他媳妇留住这花钱买了，没办法，花钱买了把这婚纱留住了，之后往出免费租都没人碰，都没人问。而且我听完这故事以后哈，第二天我参加婚礼，我看着穿小裙的，我都保持社交距离。就算穿裙子这个人啥也不干，你知道这裙子的上家是个什么冤孽呀？哥多说一句什么呢？我姓赛嘛，就他后来都管我叫赛喷泉。但是我说啥呢？我无所谓，就你嫂子也好啊，你哥也好，就包括你，还有这个加拿大友人，就是这个叫啥妹夫，就包括你俩都算在内。就是哥要说啥呢？就不用后悔，想开了有啥呢？不后悔。我没离吗？不后悔。人间不值得。